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侯先生，53岁，来自吉林，物业经理；刘女士，59岁，来自北京，退休。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你在对方心里位置高吗？不高，太低了。需要的时候找我，不需要的时候晾着我，我很卑微。高也高不到哪儿去，他这人太花心了，让我很没有安全感。而且他对我特别抠，总是应付我。你们2个人的感情有未来吗？这个取决于他，我很喜欢他，对他真心实意，但他对我藏着掖着，总是防着我。我目前看不到未来，我觉得我们俩太不合拍了，我又不忍心分开，现在很纠结。哎呦，这还问题不少呢。哎，先说说您2位现在的关系是恋人对吗？对，谈恋爱。然后之前是各自有过一段婚姻吗？对。那你们之前的婚姻有孩子吗？我没有。我有孩子，24。24岁。结婚了吗？没有，上学呢。上学哈。所以您2位是怎么认识的呢？别人介绍吗？我是他的小区的物业经理。那是怎么就相爱了呢？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我们2个同时下电梯，下到底楼的时候，这个电梯门没开。当时我发现他挺害怕，我就安慰了他几句。我说：“那个这位姐姐，你不用害怕，我是小区的物业经理。”这个事情我马上就会处理。我是当时特别紧张，因为我这个紧张是有原因的，就是我有那个幽闭恐惧症。对，完了没想到这次在电梯上呢又发作了，当时就是那个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哎呦，完了正好我特别巧嘛，就特别幸运嘛。完了这电梯里呢还有一个物业经理在这儿呢。完了他呢特别的处惊不乱嘛，有条不紊的就在那儿打电话给他们那个手下人员过来营救，同时那嘴里还不停的说您大姐您别着急，那个什么这儿有我呢，您就放心吧。我这个心里就慢慢就落地了，完了就轻松了。在这以后我就发现在小区里老能碰见他，完了打招呼嘛，完了就加了微信。其实后来我想了想吧，其实在这以前我们是见过面的，只是我没注意过他。现在在一起多久啦？1年多。那咱说说吧，这个小片里面说的这些问题还挺多的。女生说男士花心，老海王。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人特别的老实淳朴，又挺爱关心人的，挺有安全感的。后来接触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吧，有那个业主群嘛，因为我很少去看嘛，我也家也没什么特别多问题，我就没有怎么上过。后来认识他以后，我就开始上那业主群，我发现他老跟那些女业主啊，互相的那个嘘寒问暖啦，老是在这儿没话找话，老是这个那个老说着。尤其是那个小区里也有些像我一样有单身的、离婚的嘛女业主。他就一趟一趟，不管是有没有事儿了，就往人家里跑。他是工作呀，因为他是物业经理，人家家里水电坏了，方方面面他需要去管呀。但关键是为什么总是那个单身离异的女业主家里出事？对呀，他就过分了。这个是说你要忽略的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让我发现的就是，这不是女业主有的那个朋友圈嘛？我就在翻朋友圈时发现一个女业主，也是我一姐妹嘛。完了，我发现她在人家家里头，那也是单身啊。他在人家家里头，在那儿晚上又吃又喝的，推杯换盏的，谈笑风生的在那儿闹腾。哇，烛光晚餐。对，因为当时吧，这个业主呢，他打电话到我们物业前台，说他的家的水管漏水了。但是我们那个工程部的人员呢和其他人员现在人员不够，都在忙其他的活，所以说没有人的情况下，我就亲自上。到这个女业主家的时候，我一看我认识，是我们一个老乡，而以前我们关系就挺好。就这样呢，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水管，因为我们那个也是5、6点钟嘛，也是快下班的时间。我们这老乡说了，我那个正好剁的馅儿，酸菜馅儿，我们东北酸菜馅儿饺子，我们大东北人的最爱嘛。他说我的那个包了不少，我非常喜欢吃，我也知道你东北人肯定也爱吃。就这样吧，我说我也吃不了，您就留下吧。视频是谁拍的？啊，他拍的。刚才刘女士说到说您是一位老海王。对此您有什么回复吗？这个我不认可，我认为这个有点太过分了。那他觉得你总是关心那些单身的女业主，这个您回复一下。因为不是单身的女业主，她有男人在身边，有人照顾的，有些活啥她可以干。有些单身的，她有的她做不了，你说她求助谁？只能找物业。物业，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像我们家东西坏了啊。都是工程部的人来，
对呀，物业经理也不会来我家给我怎么着的。但是我们工程部的工程的人已经不够用。哦，我们只会让等，因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物业经理他干不了。我知道，但是我如果处理不了的话，我就会通知工程部的人，我说你忙完这个事儿以后，马上把这个事儿给我处理了。我问一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和这位大姐恋爱之前，您和业主恋爱过吗？没有。有没有女业主对您有意思的？啊，那有。和您共进晚餐的这位女业主，对您有没有意思？没有，因为我们是老乡，而且还是一个他觉得城市。没有，人家是很欣喜的发视频。我也问过那个女的，我说那个视频的事儿，完了那女的就很高兴说，你看大哥上我们家来吃饭来了，你不知道啊？这事儿我们不讨论了啊，都有各自的看法，我们先放在这儿，待会儿每个老师说各自的想法和意见啊。说完他这个花心之后，您还说他特别抠。就是我们俩交往以后呢，出去逛街呀、吃饭呀，每回都是我花钱。我也不是没请过你，情人节我就请了。就说说这情人节这事儿，就今年情人节嘛，他说要请我吃饭，我当时就很惊喜啊，就特别诧异嘛，因为从来没有说请过我。出来以后，他直接就拉我拐弯就去到那个沙县小吃去了，给我点了一个那个葱油拌面，几块钱嘛。后来我就觉得不高兴嘛，后来我就想较一下劲嘛，我说我还没吃饱呢，我说你再给我点一个那个荷叶蒸饺，他就说不行。他想再加一个蒸饺不行，如果再来一份蒸饺的话，肯定吃不了，肯定得剩。我这种人就是比较那个节省，也是跟小时候家庭环境也有关系，也跟年代也有关系。他只是对你抠，还除了你之外，他可能对别人都很大方。你猜对了，他就老给那些就是视频那个女主播刷礼物，几百几块钱先刷。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我这个就是看看。视频什么的，再就是看看新闻什么的。我当时那天看视频的时候吧，就发现这个女主播，她说她的经历的时候非常惨。当时我挺感动，啊，我还哭，我还掉眼泪了，我还哭了。她还带个孩子。后来我一看发了几个火箭。她现在光强调这个同情心这事儿，她别的那个女主播视频，她一样刷呀。你就看她你看她眼睛小吧，都说小眼聚光，她那时候她那都放着贼光呢。那你这个时候不攒养老钱啦？这个我也不是总刷呀，大概在刷礼物这件事上花过多少钱啊？1800块钱，1800块钱。刷了4、5次，每次刷他都在跟前。这个我们先把这个事儿放这儿啊。我还挺关心一个问题的，就是大姐是有一个儿子的，对吧？24岁。哎，儿子知道你和他的关系吗？我儿子就去年回来了，回来以后我跟他说的，放假的时候回来的。回来，儿子在哪里啊？我在那个加拿大上学呢。要说他儿子，我们见面非常不愉快。因为他儿子回来的目的是一个是看他妈，另外他也知道他妈处了个男朋友，就是我，也想看看。当时见面的时候，我一想孩子从国外回来的，我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在北京找了一个挺哇塞的一个酒店吧，叫的所有的菜都是他儿子喜欢吃的。结果他儿子非常不愿意跟我见面，就是不愿意去。他还来了呀？啊，后来是来了。来了非常不高兴啊！来了以后进屋的时候，我跟他主动出去跟他握手，他没有理我，而且在吃饭的时候，我主动跟他说话，他没有跟我交流的意思，不搭我的腔。过后我跟他解释了，就是头一天呢，他那个学校的给他发了一个通知呢，说他有一科挂科了，他就心情也不太好。我就说了以后，他也来了。是不是还有一点看不起他？有，我认为有。他认为有，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吧。所以你觉得这次见面特别不愉快哈？哎，非常不愉快，而且更不愉快的还有一个。啥呀？他在北京有个房产。我当时跟他处朋友的时候嘛，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图你北京的这个房产，这是你的房产，这是你儿子的房产，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他儿子这次回来以后呢，他把他这个房产过户到他儿子的名下了，而且还告诉我，这个让我非常不爽。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觉得因为我是尊重他，我才跟他说的，我这个权利这是我自己的，我愿意给谁是给谁。而且我孩子这个马上毕业了，他说也可能有考虑说回国来发展。我就想呢，孩子也该独立了。我这时候把这个房子给他呢，就是让他自己独立生活。他给他儿子，我也没有意见。我就说这个节点赶到这个场合，如果大哥，如果他的儿子跟您相处融洽，那这件事情您还这么介意吗？他儿子跟我要是融洽的话，我不介意了。哦，那我肯定不介意。他就是总是跟我这儿子就是较上劲了。他还说我儿子没有礼貌，因为上顿饭不欢而散，结果那钱还是我出的。饭店的钱你就不付了？啊，我当时是生气啊，没忘付了。他说忘了。然后呢？但是后来我为了弥补，后来他儿子不要去加拿大嘛，我就跟他说了，我们老家的特产可以都从老家邮过来的，都用那个冷冻箱邮过来的
啊，小笨尖儿、野蘑菇、茶干糊的鱼，我亲自做了1桌子菜，而且我做这些一个菜全是他儿子愿意吃的。我说我这一次我代表之家，如果我对你要是不诚心的话，我不可能再来一次表示，让他走的时候也放心我对你母亲到底怎么样。结果他儿子没来，我们楼上楼下，他家到我这儿也就100多米。下楼用不上5分钟就到我这儿来，就没来，就不给我这个面子。就是他对你交男朋友这个事情是不是特别反感？他不说，他也没表达。对，大姐这一点你必须要跟儿子有一个开诚布公的沟通。就这2件事儿，一个是第一次见面，一个是这一顿饭临别饭，是吧？我觉得于情于理，您的孩子都不合适。这个咱有什么说什么，你不要去护短儿。但是我反而是觉得他的儿子有可能是对事不对人，可能在他心里面他会觉得妈妈在找另外的伴，他心里会不舒服。我同意3郎老师的观点。所以他不是对你，他是对所有接近他妈妈的男人。现在基本上就是女士对于男士不满意的点都说了啊。这1年多来的时间，男士有没有对女士有不太满意的地方？除了他儿子的问题上，我也可以说一下啊。这个他不说我花心嘛，他有个爱好，喜欢游泳，什么逛商场啦，聚会啦，什么的。我呢都不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个人喜欢静，但是我喜欢看一些新闻啦。刚才我已经说了。刷礼物，对我们知道。但是呢，他那个特爱游泳，只要我有时间的情况下，我都陪他去游泳。你游泳就好好游，你想要指导一下，你想要让你的游泳知识好一点，或者是技术娴熟一点，你找女泳伴不行吗？专门找那个男泳伴，而且就是那1个人，而且还让人家拍照，给他拍泳姿，我拍的都不行，还得人家拍的好。那个男泳伴在没认识他之前，我就跟人家认识了，都游了10多年了，在那游泳馆，我好多姿势都是人家给我指导的，完了也改得很好的。我也让他去，他说他喊鸭子，他说他不会游。完了我说那你就给我拍个视频吧。他拍那个视频就是模模糊糊、晃晃悠悠，老这么晃悠，拍得不好，我就又让人家拍嘛。其实我就觉得他就是心里有气，他就心里不平衡。换成您大姐，您心里平衡吗？老师，在泳池里边，咱说穿的少，他俩在一起就是教的时候挺不方便的嘛，是吧？方便，那小腰掐的，现在那姿势我都没法说了。所以大姐，这是游泳的时候，你能穿棉袄下去啊？我认为这，我觉得挺。你认为，就像你认为他在女业主家吃饭有事儿，他自己觉得没事儿，那么游泳这件事儿也是一样，你觉得不介意，但是他介意，这就是恋爱呀。恋爱不就是在一起，我们要相互考虑对方的感受吗？要都是以我自己为主的话，那大家都别谈了，自己跟自己谈不就完了吗？我是想让我们更多的话题。如果他要是觉得介意您跟男泳伴这样的一个互动，你会为了他去改变这件事情吗？不太会吧。您这个跟大哥认识之前就已经和这个男泳伴已经在学习了，对不对？1年多了还没学会。不是早就会了呀，全泳都会了。哦，对啊，会了，你们俩为什么还要老在一起？他每天锻炼呀。去锻炼的这个状态可跟大哥描述的可不一样。我觉得他是夸张了，不是，咱们别觉得锻炼互动什么，说说话就行了，有什么交流？没有什么交流。他游的这个姿势不对，他的上手啊，那个1年多了，这姿势还没改过来呢啊！所以大姐这游泳这事儿，对有问题，这有点。我没觉得他有夸张的成分。那今儿来我们节目是想干嘛？就是你看我们俩这段时间那个矛盾重重，矛盾也不断，现在已经也掰扯不清。我们俩现在就是说不了，一说就是顶牛。他老说我冷落他了啊，他非常冷落我。现在打电话也不接，原先游泳还叫我，现在旅游去、游泳去、是聚会什么的都不叫我。所以今天您是想来问问女士，这是啥意思是吗？这么冷落您？我就想问问他，对我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女士，您有什么目的呢？我就是觉得我们俩的情侣关系没法再升温了，走不下去了，我就想冷处理，因为也尝试过沟通嘛。刚才也说了，您其实已经想好了，就是你们2个人是要分开的，对吧？我还是觉得有点不是特别的忍心吧，因为我觉得我也快60的人了，就是有点不舍，但是也没有说的我必须要去努力什么的，我还真好像做不到。这不行啊，这必须要给人家一个答案，是分还是合呀？我承认我感情上付出的没有他那么多吧，我可能就金钱上付出的多，但是感情上我承认他比我要那什么。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我想问一下大叔，你今天是想来挽回还是想来谴责呢？
我就是两个意思都有。那我现在跟你说，你既挽回不了他，你也谴责不了他，为什么呢？第一点，他对你的新鲜感过去了，因为本身呢，这位女士，你们俩的关系她是处在高位。尤其就是这个姐姐，一看我感觉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就是这种女性更容易上头，因为她对这种美好的期待啊、期悦，她会有向往，而且她足够有能力为自己的上头和冲动去兜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她的儿子是真的不喜欢你，而她是真的爱她的儿子，这一点也没有错。这个东西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我觉得就很简单，你那就非常体面的，他今天话也说得很明白，你就跟他说一声谢谢再见就可以了。你们的相处很累，不是一家人，进不了一家门。你们的遇见是缘分，你们的分手是注定。我们不去说那一些琐事小事，很显然你们两个人过不到一起。人的性格可以有差异，爱好可以有不同，但在恋爱当中，三观很重要，认知、感悟、解读方向，你们都合不了拍。你们两个人很显然似乎是两个世界的人，尤其是都已经50多岁，大姐将近60，这一个年龄的人，面对这样的一些理解、认知的差异，并不是我们通过努力他就可以去和解的。为什么？他已经定型了。我恰恰认为大姐所做的几件事情无可指责，尤其是房子的事情，这肯定是在他离异以后，孩子去加拿大念书的时候，他已经断定这个房子是要给儿子的。他并不是说刻意选择在你们两个人恋爱的过程当中去过户了自己的房子。有没有一点隐忧？有的。万一两个人感情加温了，走进婚姻了，那这套房子一定要在走进婚姻之前切割。这个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我们可以不理解，但要尊重。大哥，当然我也明白你并不是看中他的这一套房子，但是您说句实话，心中没有一点感觉，我不相信，因为他有北京户口，还有北京的房子。如果我们两个人真的走进婚姻，生活在一起，这就是保障。大哥如果这样想，正常，因为你们两个人是真心的在恋爱。但我还是这句话，走下去很难、很苦、很累，就像一双不合适的鞋套在了你们的恋爱上，每走一步，接下来都会痛苦。因为大姐对你的以前有的那一点激情荡然无存了，这是她的善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内心、面子。所以今天来得很好，都是成年人，该说破就说破吧。大姐，你说是不是？对，我就说以后，我就觉得就是不要让他就是伤害到他，完了别记恨这事儿。大哥没有这么脆弱，大哥是物业经理，您放心，水电都能做，怕什么？是吧？分就分了呗。我就说2点，第一点，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的恋爱，还是中年人的恋爱，还是老年人的恋爱，我们都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真诚。因为如果连恋爱这件事情我们都不能敞开心扉和不真诚的话，那人生还有什么事情能真诚呢？你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都各自有各自的隐私空间和自由度，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既然选择和一个人共同前行，那么就势必要放弃其他的曾经同行的那些人。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俩反正近期也没有什么结婚的打算，都这把年纪了，就是大家只要在一起开心就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完全可以不用确立恋爱关系。因为既然是恋爱，如果是爱的话，我们一定是以对方的感受为这件事情的衡量标准。比如说男女之间什么叫越界？越界不是说您定义或者他定义，越界是我们的另外一半，他来定义这个行为，他觉得是否越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刘女士一直在说，因为毕竟我也舍不得。您的这个话很暧昧，什么意思呢？分开，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此时此刻可能分开我自己会难受。
不分开吧，我觉得我们2个人又没有什么进展的空间了，那么我就慢慢冷淡。可是这对他来说，你需要我的时候喊我一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人都不见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本着对其负责任的、对恋爱负责任、对另外一个人负责任的态度，谈就认认真真的谈，分就彻彻底底的分。成年人最大的伤害是我明明已经不爱你了，却还不跟你说分手。至于儿子的问题，我觉得您确实要好好跟儿子沟通一下。至于儿子到底是对人不对事，还是对事不对人，你心里是明镜一样的。所以呢，可能您不太愿意说，没关系。但是如果儿子是对事不对人，反而通过这件事儿，我觉得正好是一个契机，可以跟儿子敞开心扉，好好聊一聊。对于妈妈未来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想法？因为毕竟有一天他也会成家立业，到那个时候，如果他再出来阻拦您的话，或者说他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您未来如果真的再遇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那也是一个难过的关和坎儿。我这番言论只代表我自己的个人意见，不一定对。我觉得有些事情吧，真的是看似一件我当时一下就秒懂了，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嗅到了别的味道。所以接下来是我的想法，我的意见，就你俩千万不要分手，好好处，特别般配，特别好。这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吊桥效应，说的是什么呢？就说当一个人啊在经历刺激和紧张，比如说过吊桥的这种场景的时候，他的心跳会加速。如果此时边上有一位异性在，他就会有一个投射，哎。我的心跳的加速，这种生理的反应啊，是这个男士吸引力、浪漫吸引我导致。再加上，如果此时你遇到了一个困难，他给予了你帮助和依靠、踏实，这种极大的一个反差，使你感觉到我爱上这个人了，这个人会给我安全感，因此才有接下来的这些你们之间的1年多的相处。但实际上，在我的理解啊，大姐，你并没有做好再婚的准备。如果你做好了再婚的准备，你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先和孩子充分的沟通。这次的见面，你的男朋友和孩子见面，你一定非常重视，你做足了铺垫，以确保这次见面是开心愉快的。但你好像并没有。同时，在发生了如此不快的场景之后，你没有做任何的补偿，你没有心急。
你没有觉得这很严重，你没有迫不及待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你做了一个什么安抚孩子的一个表现，你把房子给了孩子。这我非常理解你男朋友此时的感受，因为在那场经历见面，他是受到伤害的，他不被尊重，他的热情、他的诚意被人家忽略。你没有去安抚他，反而揪他说那顿饭的钱还是我出的。然后接下来第2次见面也是失败的，都没有出现，你丝毫不为所动。你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会极大的阻碍你跟他之间的发展，因为你就没有打算跟他发展下去。你们的开始就是一个误解，一个美丽的误解，所以你们俩可能就应该分开了。因为您追求您的生活的状态不是他向往的状态，您去旅游，您去健身游泳，您极大的这种状态外显出来，就是跟他完全不是一类人。您是在享受生活，甚至你在享受想去谈一份恋爱，但他不是，他是过日子，他给不了你想要的，分手吧。侯先生和刘女士的结果，3、2、1，请开门。啊，有，没有啊，没有吧？没有，好，哦，好。爱情是折磨人的，但是就我希望他俩出来，但是你那个希望也是反的。对，就是他们2个人真的合不来。没错，这真的是2种人。没错，我觉得爱情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真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能目的性太强，否则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遇到那个合适的。